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过去的这一周呢，如果你只看到比特币的价格，你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一周下来，比特币几乎没怎么动，从头到尾也就跌了1点几。但这一周呢，其实一点也不平淡，因为价格虽然回到了原点，但中间发生的事情已经把市场的整体逻辑切换了一遍。它先是被中东停火的消息给推高到了6万7附近，然后呢，又被美联储的新主席沃什的一句话打回到了6万4。表面上看是涨了一圈又跌了回来，但真正重要的不是价格回来了，而是开车的人换了。这一周真正的故事呢，是3个没想到。第一个呢，是中东突然降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预期把市场的情绪给点着了。第二个没想到是所有的人都担心的日本的央行加息，最后居然没有炸。这颗雷呢，是从天上掉下来，掉在了地上，大家呢等了半天，结果它没炸，成为了哑弹。第三个没想到是真正把市场打下来的不在中东，也不在东京，而在华盛顿。而引爆它的人呢，是一个原本被市场当成鸽派的人。所以今天的这期，我们就把这一周给它拆开来看一看，看看比特币为什么先被推了上去，又被打了下来，市场的方向盘到底是怎么从中东最后呢交到了美联储的手里的。先说第一个没想到，中东的这件事儿呢来得非常突然。就在上周，市场还在担心美伊冲突会不会继续升级的时候，很多人默认这个雷短时间之内是解不开的。结果特朗普又毫无意外的给了大家一个意外，在 Truth Social 上，他突然发了一纸推文，美国和伊朗谈成了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预期重新开放。他的这个推文呢，让市场马上开始了想象，连锁反应也立刻来了，油价往下走，布伦特原油跌破80美元，原油一跌，通胀压力就会变小，通胀压力一旦变小，美联储就有了降息空间了。降息这个念头一来，风险资产立刻就开始兴奋了，股票、加密货币这些资产全都被推了一把。比特币从6万4附近一路爬到了6万7，创了2周的新高。加密的总市值呢，回到了2万3000多亿。恐慌贪婪指数呢，也从13分爬到了23分。表面上去看，每一个指标都在说市场回暖了，但是呢，有一个指标躲在角落里边，在那儿呵呵的冷笑。它是什么呢？资金费率。我们已经讲过资金费率很多次了，如果你不了解这个指标，你也不用把它想象的太复杂。它就是永续合约市场里边的一个多空对赌的擂台，看涨的人和看跌的人每8个小时要互相付一笔钱，哪边人多，哪边情绪更加激动，哪边就要给对面付钱。正常来说，价格在上涨，追多的人应该更多，所以资金费率通常应该是正的。可这一周呢，它是反着来的。我们来看这张图，蓝线呢是价格，从6月14号到16号是往上走的，但下面的资金费率呢却是负的。这个就有点意思了，价格在上涨，但杠杆多头并没有真正的冲进来。那是谁把价格给推上去的呢？主要是2股力量，一股呢是现货买盘，也就是有人真的拿钱在买币；另外一股呢是空头回补，也就是说之前有一批人赌市场要下跌，开了大量的空单，结果中东停火的消息突然蹦了出来，价格不下跌反而上涨，他们扛不住了，要么反手，要么平仓。可这一平仓，价格又被往上给它推了一截。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点，空头回补不是真正的新的买盘，它只是一次性的火药，烧的时候非常猛，烧完它就没有了。所以这波反弹的真相是，中东的好消息点着了一把火，空头被迫平仓，帮忙加了一把油，但真正主动看涨敢加杠杆冲进来的人，从头到尾就没怎么上场。资金费率为负，这个呢就是证据。更麻烦的是，机构资金没有跟。我们看到比特币现货的 ETF 在这样利好的一个情况下，
虽然没有再次的持续的流出，但它没有大规模的买入。也就是说，一边你看到社交媒体上很多的 KOL 在忽悠你，抄底的机会来了，但另外一边呢是机构的钱还在观望不动。这个就是一波反弹最尴尬的地方，表面上在回暖，在底下呢依然在流血。所以从第一天开始，这波的上涨就不是那种非常有底气的上涨。接下来呢，本周大家最关心的那颗雷登场了。6月16号，日本央行宣布加息，把利率加高到 1%。这个数字呢，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1%听起来也不高，但对日本和全世界的金融圈来说，这个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件事了。这是日本自1995年以来的最高的利率，31年没有见过。什么概念呢？很多今天坐在交易台前的人，从入行到现在，可能都没有经历过日本的利率这么高的时候。那问题是，日本加息跟比特币有什么关系呢？跟美股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全世界都在盯着它呢？这里面有一个普通人平时不太会注意到的玩法。过去很多年，日本的利率几乎是0，也就是说，在日本借钱成本非常低。于是呢，全球很多的资金都学会了一招，在日本借便宜的日元，把它换成美元，再拿去买收益更高的资产，美股、债券，甚至是加密货币。说白了，全球市场的底下有一层钱是借来的日元，这层钱呢，它不是自己的，它是杠杆。那现在日本央行一加息，问题就出来了，借日元的成本变高了，原来便宜的钱突然没有那么便宜了。这个时候，有些资金就可能开始撤退了，把外面的资产给卖掉，把钱换回日元，还债，降杠杆。这个就是市场真正害怕的地方。他怕的不是日本那1%的利率，他怕的是日本央行一动手，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就倒了，借来的钱开始回抽，然后呢，全世界的资产一个接着一个的被拖下水。更麻烦的是，在加息之前呢，市场上赌日元继续贬值的人已经堆得非常高了。一旦风向反过来，那么这些人就要集体掉头，被迫平仓。所以呢，那一天市场其实在等一件事儿，这颗雷到底会不会炸，什么时候炸？结果呢，什么都没有发生，比特币没有下跌，反而还稳在了2周的高位附近。市场这回一下子松了一口气儿，他干脆就把这次加息理解成了一个利好的消息。你看，日本的经济还能扛，这个不是出事儿，这个是正常化。所以这一周的第2个意外，就是最该炸的那颗雷，最后成了一颗哑弹。但问题是，这口气儿市场松早了，因为真正的压力根本就不在东京，而在华盛顿。6月17号，美联储的新主席沃什开了他上任以来的第一次会议，定利率。这个呢，其实是这一周最大的一个反转。当初提名他的时候，市场普遍觉得他是一个鸽派，是特朗普的人，软心肠，倾向于放水降息，对市场非常友好。所有人都在等着他上来以后给市场发一颗糖果。结果呢，他一开口味道就不太对劲，不急着降息，降息的这个事儿近期根本就不在桌面上。My colleagues and I are here to serve our legislative remit, which you've heard us say before, price stability and maximum employment. And these objectives guided our business in the meeting just concluded. The committee decided to maintain the target range for the Fed funds rate at 3.5% to 3.75% in support of the Fed's dual mandate. 这个就是鹰派，态度强硬，该收紧的时候就收紧，不惯市场。大家以为是飞来了一只鸽子，结果呢，来了一只老鹰。最先嗅出味道的是债券的市场，市场上有一种2年期的美国国债，它对接下来的利率往哪儿走最敏感。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利率预期的风向标，沃什的话音一落，这个风向标就立刻的往上跳。那这个往上跳什么意思呢？就是债券市场认定高利率还得扛更久，你不要指望它马上会下降，到了周末剧本就彻底变了。不光别想着降息了，9月份会不会再加息一次的概率一度被压到接近40%。这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1周之前呢，大家讲的故事还是
降息只是晚了那么一点，明年它总会来的。1周之后，故事完全变成了不仅不降，可能还要再加息一次。这是2个完全相反的剧本，所以价格立刻就反转了。比特币从15号的高点一路往下跌回到了63000，而这一跌呢，正好替我们验证了前面的那张资金费率图。你看这个图的右半边，价格往下掉的同时，之前一直是红的资金费率翻绿了，从负转正，这个变化非常关键。它说明前面的那波上涨里边，空头回补的力量已经慢慢退场了，市场不再是空头被迫买回来再推着走，但新的主动的多头也没有真正的接上力，所以价格涨也好，跌也罢，从头到尾这个市场里反复打来打去的其实是杠杆。更重要的是，恐慌呢也开始往实处走，变成了真实的下注。有人在期权的市场里边大笔的压注比特币会跌到52000以下，这个不是随手的他去买一份保险，是真金白银的下注，而且是赌注比特币还要再下跌差不多20%。所以这一周的总结就已经浮出水面了，价格会骗人，资金费率呢不会。光看 K 线，你以为这只是一次没有成功的反弹，看明白资金费率，你才知道半路上开车的人已经换了，从地缘政治换成了货币政策。那么话说回来，这一周呢，它也不是一边倒的变坏，有3件事是向着好的方向的。第一是有真钱进来过，上个周五，比特币现货 ETF 单日的净流入大约有8600万美元，12只基金没有一只净流出，全线翻绿。这件事呢非常重要，因为在连续2周失血之后，市场终于看到一次比较干净的流入。它没有马上延续下去，但它至少说明了一件事，价格跌到某一个位置，确实有人愿意进来接盘。第二呢，是极度恐慌本身也不能完全的把它当成一个坏事去看。这一周恐慌贪婪指数一直在13到23之间，基本上都是在极度恐慌的区间，这个说明整体的市场情绪非常差。但在加密的市场里边，情绪差到这个程度，有时候反而不是最该追空的时候，它更像是一个提醒，市场已经很害怕了，你再往下砸，未必还有那么多新的空头愿意冲进来。第三呢，是机构的脚步没有停下来。6月16号，贝莱德的比特币收益型的 ETF BITA 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6月19号，嘉信理财、必报正和 COP 合作，准备推出类似预测市场的2元的期权产品。这2个动作呢，看的都不是下一根的 K 线，它说明的是传统的金融机构并没有因为这一周的波动而停下来。这3个反例掀不翻这一周的主线，但他们呢点出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眼下的这个弱是宏观资金面压出来的弱，不是基本面坍塌了。这2种弱后面的修复路径完全不一样。那下周的眼睛，我们的眼睛应该放在哪里呢？这里边有3个最直接的观察点。第一是下周一的 ETF 的资金的流向，验证资金方向到底有没有真变，这个是最直接的指标。第二是美元指数，它一旦向上破位，比特币在历史上多半会跟着难受。第三呢是美联储的官员，尤其是沃什本人的下一次开口，任何一句措辞的软化都会被市场放大。所以这一周的总结其实就一句话，地缘政治的好消息可以把价格往上拉一把，但真正决定市场能不能走远的还是钱到底贵不贵。前半周呢，比特币交易的是中东的缓和，后半周呢，比特币交易的是美联储转向鹰派。价格看起来只是绕了一圈，但方向盘已经换人了。这一周赢家不是多头，也不是空头，赢家是货币政策。好的，这个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请点赞、订阅加密星球，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入口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谢谢，再见。